好，来看看今天小狼是给大伙玩一个花活啊。这个我狼呢，在熊熊烈火之间给大伙准备了一个非常强档的小型催眠节目。为什么说是小型的呢？因为吧，它时间不是很长，但是它的效果非常的好。来自于我们绿蓝大神的这个最新玩法，就是诸葛亮极限啊，最极限的一命通关。极限到什么程度呢？极限到了全程诸葛亮只能用方向键加 A 这个通关啊，知道什么意思吧？啊，方向键加 A， 他甚至连前 A 都不能练，什么后前 A 啊，什么雷霆万钧，他全程只能 A， 你懂吧？你懂吧？全程只能 A 啊！屏幕没调好，现在没调好吗？怎么叫没调好啊？我没办法，我必须要看到你们的弹幕，我不看到你们的弹幕也不行啊。好，不连招，全程 A， 打 BOSS 也是 A， 甚至打左慈也是 A， 打曹操也是 A， 全程就是捅，哎，你就不用想。而且就这么一个玩法啊，你们看，就这么一个玩法，很多人会觉得，那诸葛亮5级之后不挺无敌的吗？你们可以玩一下啊，这个包括你打夏侯渊也是 A， 你要想一想啊，全程用 A 把夏侯渊打死是什么感觉？全程用 A 把夏侯渊打死，其实呢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咱们小的时候除了打 BOSS 之外，都是这么玩的呀。你们打小兵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么 A 吗？尤其是5级之前打小兵就是这么 A 的，对吧？直到 A 死。你也不考虑什么前 AA， 也不考虑什么 A 到最后一滴血的时候一个后前手来摊分，就是 A 死拉倒，对吧？不进血没难度啊，进血呀，进什么血呀？不进血没难度，进什么血？我不费血好吧？全程无伤，全程无伤啊！你我无伤，我进个屁血了，对吧？我无伤，你还要我费血的啊？跟费血没关系啊。我还用吃血吗？我都不费血。好，来看看，就是有进度条，你管他那个进度条干嘛呢？对吧？我没办法给你全屏啊。我全屏的话，我看不到你们发的弹幕的，对不对？我就只能是这个样子了。等到我录视频的时候，你们就看到一个全屏的了，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。不进血没难度，你们玩一下就知道了。我就想请问一下，全程不跑只 A， 而且 A 只能 A 第一下，请问你是怎么 A 死那个左慈的，对吧？那当然那都是小事啊，那都小事。怎么 A 死左慈的是小事？我就想请问一下啊，就是你进血，我无伤，我进个毛血啊，对不对啊？对呀，TAS 最不怕的就是进血，就是无伤，就是 TAS 对于无伤来说是最简单的事儿。对吧？你想无伤是吧？那我不费血就完事了，多简单啊！我费血了我就调回血，直到不费血为止。只要是 TAS， 这个最墨迹人的是什么呢？就不让跑，对吧？他最墨迹的是不让跑而已。好，来看看，众筹个平板来看弹幕，众筹个椅子吧。你看我这个椅子现在怎么说啊？全程就是溜溜达达加单 A， 诸葛亮就这么一下一下的温水 A 青蛙。当然小兵 A 死是很正常的啊。就我个人感觉他甚至这么 A 都能 A 死那个吕布。很多人说那吕布那个小兵怎么整？我在想这个诸葛亮 A 的话，如果 A 的好，那个小兵可以被 A 死吧？在有限的时间内啊，因为他是 TAS 嘛，从那个小兵出动作的一瞬间被咱们打，直到 A 死，我感觉应该能 A 死。好，我们看看打 BOSS， 首先，对吧？夏侯渊怎么 A， 司马懿怎么 A， 对吧？尤其是左慈怎么 A， 但是我告诉你就能 A， 很简单。而且你懂的，诸葛亮啊，这个人物 A 的血量虽然说不多，但是他这个 A 完之后这个人不倒，他可以连着 A， 不是说非得1、2、3前一搓，对吧？不是那么玩。我就 A 的话呢，也不能算连招。可以 A4、A5 下，对不对？不是5级这个铁甲兵不是很难 A 死，你是根本就 A 不死，好吧？5级以下你 A 铁甲兵你是 A 不死的。
好，他还选择走这个夸张路线啊，兄弟们，他选择走夸张路线，他不直接走 BOSS， 他直接 A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看看啊，这个等级到5的话呢 ，A 这个小兵就3下就 A 死了。铁甲兵的话呢，就是5级以下你是 A 不死的，真的，你们可以试一下，只要你是5级，你是 A 不死的，相信我的啊，就是你 A 到吐他也死不了。摊分哪有这么玩的？终极摊分肯不会啊！这个诸葛亮的终极摊分 ，TAS 要2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到45分钟左右的时间。好的，你看，现在还没有到5级，正常摊分咱不算什么呼风唤雨什么的。你看这个分他也吃啊，我感觉吃不吃的没这个必要啊。跟他的玩法没有半毛钱关系的，纯属浪费时间。好，连这个补也吃了哈，连这个补都当分吃了，真是。好，铁甲兵，这就铁甲兵，他不到5级你是 A 不死的啊。当然马上就要到5级了。好，5级就能 A 死了啊！5级铁甲兵随随便便就能 A 死，想都不用想的啊！好了，一直 A。哎呀妈！一命最长通关记录，那他妈那就浪费时间呗！每走一个小地图，你都整到时间快到了 ，time over 了，你再出去呗，那还有啥的？好，来看看嫂子全程 A 啊 ，A 2下就不 A 了。哎，你看，就是 A 2下反击是吧？哎，就是这么 A。你现实生活中你这么玩，你试一试啊！哎呀！是不是有够变态，兄弟们？你就说变不变态，对吧？就完了。黄忠摊分可以，最长时间，但是你最好是每次都是 time over 的时候再那个啥。好，我们看看，就是这么个 A 法啊，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玩法很多人看起来很无聊的样子，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感觉啊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会把这个极限告诉你，他这个游戏是有极限的。虽然说呢，咱们看啊，就是大伙儿看这漫威，那个这个奇异博士，他不有那个时间宝石吗？他可以看到多少个平行宇宙啊，可以看到有多少种方式咱们能赢那个灭霸。后来呢是1400多万次，赢了几次就一次啊，就赢了一次。那这个也一样，咱们就相当于重录了好几次，是吧？重录了好几万次，他这重录了1400多万次啊。好了，直接 A 死了。你要知道，你们看一下啊，现在90多秒，直到 A 到39秒的时候他才 A 死，而这个 BOSS 的血量呢只有不到1管。应该算是不到1管，那他是怎么 A 死那个什么？比如说，如何是怎么 A 死那个左慈或者 A 死曹操的呢？伤害这么低，不过也不能这么说，因为咱们到那个时候就20级了。那你20级的话，对吧？那伤害也不一样啊。好，来看看，这边啊，你就全程这么 A， 是真的啊，真的是 AP 了都啊。就是只能走和 A， 什么都整不了啊，什么都这个不让，什么招式技能 A 的第2下、第3下啊，这个都没有，全程就是单 A， 还不能连招，还不能练技能，还不能练必杀，
还不能吃饱，还不能练饱啊！能吃饱啊，你吃完你不练就行啊，不能放饱，不能用 C， 不能用跳，而且不能跑，你只能走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全程就是小走加呆，没有别的，什么也没有啊。这个视频才1个小时20分钟，就是我狼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我狼通关这个游戏，我玩那个赵云，我上次通关用了将近90分钟，比这个时间还要长10分钟，那还是我狼通关的啊。我狼的赵云一臂通关，死了2条命，我记得没错的话啊。噔噔噔噔噔。好，对于 TAS 来说，无伤是最简单的啊。就是跟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呢？就首先你可以无限回档，对吧？你受伤了，你就回档到受伤之前，直到你不受伤为止。这个事儿不就无伤？其实对于一个 TAS 作品来说，我觉得是最简单的。它可能很麻烦，但是那是最简单的，真的啊。可以用特殊键吗？你可以呀，但是你特殊键你吃了你怎么放？你连那个进地都对吧？你连地都用不了。对吧？你怎么放啊？对吧？你不让用放宝剑，你捡了剑，然后是吧？你捡了剑，你怎么的？你还想用地剑给它放出来啊？不让的啊！TAS 什么样是最难的？那不用说呀，就是花式秀最难。它难在哪？对吧？难在它的这个重录次数。可能对吧？这么短短的10秒钟，他要花1上午的时间才能录完，真的有可能的。这是第一啊。比如说你像那什么魂斗罗全程开枪不杀人，他就点对吧？就墨迹，确实墨迹啊。还有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没有方案，你 TAS 也不行。比如说三国战记的秒杀，你现在给你 TAS 软件让你去做，你不会啊，你不知道怎么秒，你都不知道，你甚至不知道什么叫4招1式，不知道什么叫做。对吧？这种什么升级爆气的，你也不会的，你得会它的套路，你得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，你得知道这个事儿啊。好，9级还没有到10级啊，但是呢，你打那个夏侯渊的时候肯定是到10级的，肯定是要到10级的，不用说。好，看看，魂斗罗全程开枪不杀人，那个我做过，而且我做的还不是最老版，是有一次是更新的啊，就是那个仙白他做的那个全程开枪不杀人，有2个啊，一个是魂斗罗啊，还有一个是超级魂斗罗，这2种魂斗罗都是全程开枪不杀人然后通关的。当然呢 ，BOSS 必须得杀啊，你 BOSS 不杀通不了关啊。好，我们看看，反着 A 呀。小的时候我们 A 这个东西啊都不太会，后来发现像黄忠这种嘞，什么前手可以打好几点，这个设计非常的屌啊。小的时候有多少个小伙伴为了拆这个车，然后呢每次都被这个炮弹砸中好几次，气得气急败坏的啊，气屁了那种。好 ，A 2下 ，A 2下换一个地方。这个9级还是不行，9级还是不行啊。不过呢，这个比孙基要好一点，因为孙基呢他经常起身，他不像这种啊，回身就能 A， 就相当于一直在 A 了啊。2下 A 完了之后呢，就直接这个对吧？他就一个快速往前冲，他这个往前冲呢，车里级，其实在这个《三国志》描写里面，车里级是什么？车里级是这个越级了老大，
就说白了，越级是彻里级手下的，但是呢，在三国战记里面，彻里级呢先出现，然后呢非常面，你 A 他之后呢，他不会反击，而越级他就会反击，同时血量还比较多。虽然说都是骑这个马拿个狼牙棒，但是呢，明显越级稍微牛逼一点啊。好了，黄忠射箭厉害还是马忠厉害？马忠有2个，我不知道你说的哪个，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，黄忠射箭肯定是没有吕布厉害，吕布才是真正的射箭之王啊！吕布18般武艺，样样精通，赖逼。好，直接 A 死，10级了，兄弟们啊！其实该吃这个小宝要吃的，我跟你们讲为什么要吃这个小宝啊？这个小宝呢，有的时候你在打 BOSS 的时候，对吧？地上有很多小宝，你要是进玩法，那个小宝你吃满了，你就会发现，对吧？你就不会再吃了，因为你 A 上去的时候呢，它不会蹲下来捡，因为你满了嘛。不过 TAS 就无所谓啊，随便啊，随便。不，我说的不光是辕门射戟，辕门射戟那个是小事儿，辕门射戟只不过是他打那个，你看那他虽然说准120步，虽然说准，但是呢，他不是运动的，那个射的东西不是运动的，所以说没多难。但是呢，真正牛逼的是吕布的骑射功夫也是满分的，对吧？吕布作为万人敌，他的骑射功夫肯定是要比这个关飞啊、关张要牛逼，这个都是毋庸置疑的啊。好了，看看吕布射貂蝉，赵云的弓箭能力呢也是没那么强。其实你像咱们评价武将的能力，比如说带兵的能力，对吧？带将的能力，就是说我能带兵，但是我带不了将，是吧？他不像张辽又能带兵又能带将，有很多人都不行。你像张飞，他能带兵，能配将，但是他带不了将，不好整，对吧？你像这个综合能力，还有就是你像单挑，或者是逃生技能，或者说是暗器，比如说弓箭啊、什么流星锤啊之类的啊，这种。还有就是呢，就排兵布阵啊，阵法，或者说是对地形的了解。比如说咱们看那个邓艾，就地形就比较了解。诸葛亮呢，诸葛亮虽然说不会挖地道啊，但是诸葛亮的观星，还有这个我说的观星是那个不是关羽的儿子那个观星，就看天儿啊。当然呢，这个你也知道，知天意逆天难，那个火西上方谷，对吧？也是没办法。对啊，连跑都进了，什么都进了啊！一会儿你看看夏侯渊，夏侯渊 A 的话也是连续 A， 也是 A 2下的，反正 A 就对了。10级之后呢，伤害还算高，那高那么一丢丢吧，那就不一样了啊！要不然你说一管多，一管又1/3的血量，这个时间够不够呢？啊！正常打你肯定是不够的，但是呢 ，TAS 嘛，没有失误的啊。只叫尔等知道我的武艺还不猛吗？那尔等分哪个等，对吧？赵云说句实在话呢，在这个《三国演义》里呢，这个前期呢没大伙想象中那么强，到中期的时候吧，你会发现赵云有个就被动技能，一个是冲阵，比较厉害。你看那个徐庶教他怎么破8门金锁。就很厉害，对吧？他会破阵，然后呢，还有什么呢？就是就保镖保护人，比如说保护阿斗，有点厉害啊，这就非常厉害。保护黄忠，保护黄忠的时候也很厉害。汉中之战的时候，黄忠呢这个被这个曹操围劫，啊，你看那个赵云去救，这赵云很厉害。但是呢，你说他单挑吧。赵云呢？那个韩德父子，韩家五虎啊，韩家五虎这个都是让赵云杀了啊。美其名，很多人都说这韩德父子啊非常凶悍啊，怎么地，要小心。
我想说，那他妈可能那韩德父子，光韩德连个二线底都没有的感觉，真的啊，有种那样的感觉。好，我们看看，来下后约 A 2下、3下、4下，哎，升级，起身，这能连续的 A 呀！你看这 A 下的血量比较多了。破招，哎，这是破招玩法，它是反击了，但是它打不到咱们，你看不看见？咱们 A 的这个帧数啊，非常的完美，这反而会很快啊，比第一关要快多了。这个 BOSS 配合，你看，非常的配合啊。很多人都喜欢管它叫 KY 冤，是不是？ KY 冤啊！其实这个《三国战记》啊，咱们《三国战记》一上来就是什么，截江就阿斗，这个什么官渡赤壁这都不用说了，已经过去了啊，已经过去了。而这个一上来呢，先是这个，然后马上就是定军山，然后第3关是北山阳平关，啊，第4关就直接就是大伙儿都知道了啊。 就是大义失荆州了，啊，然后呢，火烧连营，火烧连营呢，再往后呢，就是全是那个 IF 线了啊，就是 F 线，就是如果线啊，就如果我们那个火烧连营打赢了，啊，或者说我们血战夺荆州啊，荆州打赢了，啊，这都是虚拟的剧情。三国志那个三国志2啊，就是咱们玩的那个，就是那个。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就是咱们老玩的街机里面喜欢选关羽，有关羽、魏延、黄忠、赵云，啊，对吧？这个版本，那个版本一上来是啥？先是这个打李典呢，然后在那个火烧博望坡，对吧？然后呢再火烧新野，在赤壁之战，对吧？白河什么的啊，就是他那个线。 赤壁之战呢，就是它叫《三国志2之赤壁之战》。它赤壁之战呢，就是这个线呢，就是在于你是选择放了曹操，还是选择杀死曹操啊？你可以选的啊。然后再就是什么呢？再就是还有什么游戏啊？像《三国战记2》，《三国战记2》呢，先是什么呢？先是樊城夺粮啊，然后呢火烧这个博望坡。 然后再是火烧新野，火烧新野完了之后呢，接着呢就是第3关是携民渡江的这个，对吧？这个携民渡江，然后长坂坡打的 BOSS 呢是张合，张合嗝了之后呢，咱们下面就是开始赤壁之战，可以选择啊，你可以选择反攻吴国，也可以选择直取曹操，啊，有这么多路线。如果取曹操的话，就把曹操打败了。 啊，打败了之后呢，咱们还要去打这个，按理说是要蜀吴争霸的。蜀吴争霸之后呢，最后又把这个左思又把这个曹操复活，啊，这个大概是这种啊，那是《三国战记2批》，反正是你就想吧，真吕布呢是2批里面才有的。好了，这个动物啊。 这个老虎怎么说？这是东北虎还是华南虎？最近在我们黑龙江这边密山这边啊，是不是有那个老虎啊？顶叶直虎啸山林啊，这个老虎它能吃能拉啊！我跟你讲啊，真事儿啊！现在来讲，我在想一件事儿啊，这真的就现在这只老虎，你说它最终的归宿是哪呢？动物园吗？现在能发现一只野生东北虎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 真的太不容易了啊！好，对32的话，剧情是比较饱满的；32批的话，剧情就比较魔改了，而且还少一关的啊。三国里面庞德算不算虎将？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当然算虎将。曹操去打张鲁的时候收的庞德，啊，这个他就觉得庞德这个人骁勇，而且呢。 这个值得一用，非常忠心。但是呢，好，你看这都时间不够了啊。但是呢，要跟大家伙说一句啊，庞德呢，
他之所以啊这个跟关羽打，并且呢伤到关羽了，就是用箭射到关羽了。第一呢，关羽确实也老了，啊，确实也老了。第二呢，这个庞德确实不弱，庞德是马超手底下的，而且个人感觉啊，这个马超呢确实对我个人感觉庞德是有点东西。好了，看看东北虎现在是拉到牡丹江了，好像是牡丹江这个横道河子这边有一个叫虎园的，可以把老虎放在这里，那个去养一养。大家伙知道养这种野生的这个太贵了，你说你还要给它送肉送活物，对吧？挺难的啊。但是这个庞德吧，庞德曹操就是什么？曹操为什么要用庞德啊？第一呢，这个庞德确实是忠义啊，我说的那个忠义啊，就是曹操认为对他忠义。事实上，这个人也确实是将眼的，确实将。但是曹操还是不放心他。曹操呢派于禁跟他走，于禁大家伙都知道啊，五子良将，理论上来讲他是五子良将之首，我告诉你。但是呢，这个于禁不投降了吗？就不算了啊，就是于禁被这个关羽抓了，后来关羽被这个孙权抓了，又投降孙权，也不能叫投降吧，就直接就跟孙权了。后来呢，孙权把于禁送回来，送还曹丕。这个于禁从此抬不起头的啊，这个人，这个兄弟们啊，就逃兵这种事儿抬不起头，对吧？你可以不投降，你像关羽投降了，人家是约三事儿，我不是投降你曹操，我是投降汉献帝啊。第二呢，你不能这个，不能那个，你不能那个，如果一旦怎么样，我就要走，是吧？这个是有点东西的啊。好，就是一顿 A。有的时候发现这个，哎，真的啊，有的时候发现这个动物是最难的啊。这个动物你 A 的过程当中啊，他妈的他老是愿意那个练一些无敌的招，对吧？你懂的。好的，直接走了，不墨迹了啊。A 这个熊太闹腾了，看，对吧？只能用 A， 不能跑。对，你不是说不让你用芊芊 A， 是你连跑都不让用啊，连跑都不让用的啊。好，这全是熊啊，这熊非常讨厌。你看站起来一撇子，这是无敌的啊，这个是。不能连续 A， 只能用 A 的第一下，只能用 A 的第一下，啊，不能 A 第二下的啊，什么都不让啊，除了方向还不能跑情况下，什么都不让，就你能想到的什么都不让，你想吧，你细想，你怎么想都行，只要你想到的就不让。好。你这个酒葫芦都打出来了，虽然说没啥用啊，但是酒葫芦都打出来了，真的狠。你们看不看出来？这还是最难的还是哪？真的还得是这个熊啊，这熊是这你那个熊太熊了啊，这个熊来的啊。Go! Hurry up! 好，直接走了啊！这里面有一个密室，你看，
密室还有蝎子，现在16级了，一会儿到20级的话，基本上就你也知道，到20级就满级了。其实24级是满级，对于诸葛亮来说呢，还有个21级的属性键，再到24，因为他没有25级啊，所以说用处不大的，没啥意义啊，真的没啥意义。好了，我们看看。哎呦我去！其实我你们感不感觉就是这个兵他的那个他的肌肉很旺啊？好的，哈！你看没有声音，说明是盗版啊。还有2个老虎，带着老虎 A 梦幽，但这个梦幽的血少啊。现在 A 根本就不想干，没有像大家伙想象中的那么少血了 ，A 的血还是非常多的。我提前的，你最起码你办张卡吧。这一晚上是不是给大家伙前一阵由于比赛比较多，我这一阵给大家伙播这个街机和这个 FC， 然后呢，你看喜欢拳皇的人都不来了啊，然后大家伙来的今天来的人也不多的啊。卡住了，兄弟们，这招赖啊！直接把怪卡住了，那个老虎好像跟傻子似的，你看，对吧？然后BOSS 死了，老虎是不是要跑？BOSS 死了，老虎还跑，这老虎会倒着走啊，有点东西的。好了，阳平关、加盟关、泗水关、虎牢关、泗水关温酒斩华雄，虎牢关3英战吕布。这其中的故事啊，你怎么听就完事儿了，对不对？一会儿应该是也可以卡兵啊，你可以选择卡那个夏侯惇的啊，也可以有一种玩法就不卡兵，不让卡兵啊。我听说现在有很多人那个玩法。说赞助的，说那个不卡兵，你能不能啊？就这种不让卡兵的玩法。好了，这个地方A 2下、3下、4下、5下，不卡兵，兄弟们不卡兵，看啊，他可没卡兵啊，兄弟们，有这个障碍是可以卡兵的，没卡，这样的话有铁甲兵，兄弟们，跟着铁甲啊，3个铁甲加1个夏侯惇，好啊！17级，卡兵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能快一点啊，不会考虑那么多，录起来也没那么难。要不然这个小兵一个跳劈啊，一个啥的还讨厌，对不对？好了。这也算是卡兵了吧？这也算是半卡兵了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那2个小兵现在用处不大，没什么套路。好啊，手里拿的是铁骑的骨头。这个夏侯惇的这个武器，啊，我现实生活中有拿这种武器的人吗？多嘚儿啊，对吧？老嘚儿了啊！而且它这个铁骑的骨头呢，里面还有个暗器，大家伙知道啊，确实是可以有一个暗器。不过呢，这些设计要非常精巧，非常奇妙。我记得我看那个武侠电影有一个叫剑雨的，大家伙知道吧？剑雨里面有什么碧水剑，有什么参差剑，还有那个
那个叫雷宾啊，就是雷老板牌方便面啊，那个雷宾，它是飞针，对吧？武器是双针，然后还有暗器的飞针，非常的爱逼啊。好，最后一下 A 死啊！他这为什么要吃这个分儿啊？咱哥们儿不太了解啊。他这个分儿吃，其实我感觉意义是不大的啊。当然呢，反正吃不吃分儿的是纯属个人爱好。有的人小的时候吧，就大家伙有没有那种印象，就是他已经左右不了你什么东西，但是你必须得吃。比如说你有6个毒瓶，对吧？你有6个毒瓶，然后地下有一个毒瓶，你必须要放一个毒瓶，然后再把那个毒瓶吃起来，哪怕那个毒瓶是浪费的，就是我这就是扔到空气上的没有用的，但是我就要捡起来。你们有没有这种风格？感觉精神病啊！好，诸葛亮全程走啊，溜溜达达的走。放大版火云邪神的那个暗器，那个是小莲花是吧？有点像啊。不能浪费东西，你浪费什么东西呀？啊，贼有意思啊。强迫症。好，这个看来也不卡兵了，想都不用想了，就是不卡兵。我们看看怎么说。其实他到现在为止也没卡兵啊。很多人说，哎，不对，那不卡老虎了吗？那个不叫卡兵，兄弟们，那个不叫卡兵啊。打那个梦幽卡兵是有什么呢？梦幽卡兵是最简单的一句话，就是它可以卡住那个弓箭手，你卡住弓箭手，对吧？就不用考虑老虎的事儿了。然后呢，刚才那个也没卡，就是夏侯惇那也没卡，这个张辽这也没有卡。就你能想到的都进，除了 A 之外啊，包括方向他都不能前跑，你能想到的都进，你随便提一个。摊分怎么秒杀，兄弟玩呢？摊分咋秒杀呀？你不纯扯的吗？好了，感觉他好不，哎，就抢招，你看，他练着，他不练还好，他要不就练这个升级，这个召唤那个机关，他要不是练那招就可以破招，你看，就是破招，只要他不升级就挨干，啊，不升级就挨干，就是抢招。风云再起肯定不行啊，风云再起肯定是扯的。哎呀，后面那个铁甲兵蠢移动的啊，好像就是杀手剑啊，杀手锏，还有那个升级召唤机关，这个是无敌的，有无敌效果。活 A 死了啊！这也点 A， 哎呀我天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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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个是大夷石荆州啊，大夷石荆州，你看吧，120万，
到这儿就升到了20级了。谁告诉我左慈这么打？一下一下 A 呀！你跟左慈虽然说在空中，但是你跟他卡一个 Y 轴，我不知道你懂不懂什么叫 Y 轴。如果你卡一个 Y 轴的话，哎，就能给他 A 死，对吧？他一下一下 A 的，没问题的啊。而且你已经20级了，对吧？20级的话，咱们的这个单体伤害已经摆在这儿了。你看，小兵 A 3下就死，当然这也不用说了啊，这很正常。很多人说怎么费血了呢？那不是费血啊，那是因为咱们加的血，就是说，加的血量上限显得像费血一样。所以说你看啊，诸葛亮升了20级，加了4次血，加了4次血量上限。其实他的血量就是到那个1P乘以2那个2的尾巴那个位置上，还稍微多冒一点点。剩下这一块血就是你升级加了4次血，所以说升级加的血不多。但如果说是白张飞加的多少，你们知道吗？白张飞，我操，看起来那个血管都快到等级20那个2的了，是吧？感觉上是啊，但是其实没那么多，好像就是到气儿那个闪光冒气儿那个豆那个地方。啊，又是老虎，最害怕的就是老虎、熊，尤其是熊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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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。感觉这个胖子就是肥呀，这个胖子不就是肥吗？都是圆形啊。这个刀盾兵应该叫什么？应该叫什么手？滚刀手，对吧？笑刀手，刀盾兵。先给个大腿，完事儿被挡，这未解之谜啊！都是传说中的未解之谜。好了，这个貂蝉肯定是不用想了啊，貂蝉肯定是不用想了。然后铁甲兵的话 ，A 的话应该是11下、12下能 A 死啊。貂蝉大哥你怎么打？你貂蝉怎么打？你怎么把貂蝉那个？你怎么把上面那个灯打掉？你先给我翻译翻译，对吧？貂蝉那上面那个灯你打不掉的啊，你这个就很难，对不对？其实有时候感觉《三国志战记》的这个地图设计的挺狠啊，它有这个歪轴，有的时候地图非常窄，比如说你像吕布幻境，它其实很窄。你像这个地图就很长啊，左右又很长，然后上下也很长，是吧？长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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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你们数了9下是吗？这个就 A 2下就死啊 ，A 2下就死。来看一下，2下、3下、4下、5下、6下、7下、8下、9下、9下啊，果然是9下，没毛病啊。这个是 A 2下，哎，不知道有的时候相克，像这个忍者兵诸葛亮 A 2下就死，但是呢，其他人打就得打好几下，就哪怕就是其他人也满级了，也得打好几下的，为什么呢？好，来看看，萌萌站起来，哎。其实感觉吕蒙还好吧，像这种吕蒙啊，你看他又不怕火，不怕电，不怕冰，不怕缩了，不怕裹，对吧？不怕那个爆，就是怕这个物理攻击，就是物理攻击对他特别高，尤其是还怕张灵剑，一手张灵剑啊，打这个吕蒙真是爽。
对吧？我感觉这个吕蒙他这个飞天这个招有点，大哥不就是貂蝉的那个，不就是貂蝉的天女散花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是怕飞盘，那肯定是怕飞盘。如果是张辽放的飞盘，那更是了啊！张辽放一个飞盘，这感觉吕蒙，张辽攒6手飞盘，这吕蒙死了老惨了，对吧？去喝一个82年的可乐吧。拿命来！这颗吕蒙呢，就是张辽。啊，当然他这个设计吧，我觉得有点恶心啊。理论上来讲，张辽跟这个吕蒙其实按理说也就那么回事儿，他们也没有正面说，因为吕蒙成事儿的时候也就不是那个时候，吕蒙后来就死了，关羽没死多久，吕蒙就死了。好，又是到了你们最喜欢的关卡啊！你们最喜欢的关卡到了，就这，对吧？好，可以不进蒙古包啊，直接就进那个上方那个地方。但如果你闯火牛阵的话啊，我感觉就很恶心了啊。说句实话，那个牛，好，我们看看他是不是要直接进屋？他不进屋，这个地方咱们可以选择进屋的啊。正常要是你们肯定会选择进屋啊，对吧？你们觉得呢？肯定会进屋的。没毛病啊，但是不进屋也有不进屋的事儿，他就是想打，或者是闯火牛阵，或者是闯火牛阵。我们看看，要闯火牛阵，好的啊，选择闯火牛。噔噔，老姑父进屋吧，他不要进呐，他没进啊，对不对？这个牛，哎，这个牛最讨厌的就是一顿一顿那个，你看。所以说看到这个牛啊，直接跑了。我们看看沙摩柯，1、2，我操，他是怎么躲过去的？哎，他用 A 躲，兄弟们，你看，他用 A 躲，我操！你看他爆的一瞬间用 A 去躲。没开，就是 A 用 A 去躲啊，这是有点赖了啊。这是 TAS 啊，这是 TAS 啊，这绝对不是你们想象中的挂啊！他在炸的一瞬间用 A 去躲，这太狠了，这太狠了，这个啊！所以说我跟你们讲一个事儿，你们可能不太了解。就说实在话啊。就是很多人说这个，比如说有人说我开挂我多猛多猛，我告诉你，
就是真的给你开挂，你也未必比那个 TAS 打的好看，打的快的。就比如说我们看那个恐龙快打，玩恐龙快打就是很多人开挂都没有那个 JD 速通快，何况是 TAS 速通的话，我靠，16分钟啊！好 ，A 死了，你看我就说能 A 死吧，能 A 死的啊。A 的密一点是能 A 死，甚至可以把吕布 A 出来。红色，我一看这个女的，一看这个女兵，我就想起那个《仙剑奇侠传》里面那个盖罗娇了。你们有印象吧？就那个盖罗娇，就是白苗族那个人啊。其实 A 就能 A 掉，你看。很多人都不相信啊，就觉得我得放那个土雷，我得放铁莲花，对吧？甚至放雷霆万钧我才能过关。但是你会发现，你只要 A 得快，就可以把他 A 死。但是我不知道他这是不是叫 A 死的啊？黑色铁甲兵啊，死了，有吕布啊，有吕布，诸葛亮单 A 擒吕布，兄弟们 ，A 2下。诸葛亮单 A 擒吕布，我他妈啊！哎，一到这一关啊，这个人气就莫名的多。一到这一关，我感觉直接就来了好几百号人，然后在我直播间里等着看着，就等着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是吗？我说错了吗？啊！天下无敌，天下无敌其实也可以躲，但是他不天下无敌啊！什么时候你天下无敌了，我就给你改变，我就改变我一个 A 你的路子，让你不出这招嘛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啊，看到这个诸葛亮啊，犹如拨云见日，茅塞顿开，对吧？听君一席话，圣斗士都念书了。感觉这里面吕布跟傻子似的啊，让他打的。哎呦我这吕布太惨了啊！云飞兄，你死的好惨呐啊！云飞兄，云龙兄，云飞在此。啊，好，8阵图。传说中的这个陆逊啊，陆逊和吕布是这个游戏当中最会笑的啊，他俩哇哇笑，倍儿吧的笑。雕虫小技。好，沙漠科跑了，但是你可以选择不让沙漠科出来，但我认为他会让沙漠科出来的。他如果让沙漠科出来，其实没什么难度啊，不出来了，沙漠科不要了，不出来了，不要了，直接 A 死。一会儿我们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啊，但是我会告诉你，可能对你们心里，你们会觉得，哎，怎么怪怪的？是我玩的三国战记吗？他怎么 A 这个左思可能哇哇 A 怎么能 A 到？为什么我就 A 不到？因为他卡的歪轴。卡的是他上方的歪轴啊，你卡下方没有用，你得卡他的上方歪轴，是有人物判定的。你别管他是在天上飞，但照样的是能卡到啊，照样是能卡到的啊，相信我就好了。哇！其实这个陆逊这个头冠，你们感觉这个头冠，感觉长个啊，陆逊我估计大概也就1.7米个，但是这个冠子显得好像也有1.85米。
饿了，就是饿了。好，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啊！感谢大伙的收听，如果大伙喜欢，来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啊，兄弟们啊！我知道你们等的就是这一块嘛，好吧？有控制部过来的嘛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小的们看招！喵呀！喵呀！喵呀！哎，你看就这么 A， 他卡住上方的 Y 轴，你看啊，卡上方的 Y 轴。喵呀！哎，这个嗓子真不好了，今天学的没那么高亢啊。好，哇，我们芳华哥直接6手办卡啊！芳华哥直接6手办卡啊！你看这个左慈，不是大伙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啊，那么难。卡住他上方 Y 轴的这个判定，左 A 右 A， 直接 A 死了，太简单了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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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小曲儿多嗨呀！噔噔噔噔噔噔。晚你们晚必须把对吧？你们但凡走的啊，我告诉你，我都知道你们媳妇跟谁睡觉去了。你们不走，我不说，你们谁走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就真的谁撤出直播间了，我就告诉你媳妇跟人睡觉了，我不避讳这个事儿的啊。好，感谢这个嘟小嘴巴赠送的3张办卡，哎，那个什么啊，走可以啊，咱俩送荧光棒送完了再走啊，一定要把荧光棒送了，好吧？好了，到目前为止才23级啊，级还没满。当然呢，有个难点，很多人说那个曹操，很多人说曹操如果练那招怎么办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曹操不练那招，看怎么说啊？不练的啊。我没媳妇儿，就是你那个媳妇儿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里待着呢，对不对？啊。你说哪天灰灰，对吧？哪天有个人给灰灰送火箭，灰灰说啊，感谢我们影哥，比如说啊，这个人叫什么影啊？感谢我们影哥啊赠送的这个大火箭啊，祝我们影哥一路发大财，对吧？啊，对吧？这个一夜七次郎啊，全国都有丈母娘。然后那个叫什么影说一句，对不起，我是女的，好尴尬呀啊！啊，这里面许褚的话，我觉得也就没那么难了啊。真正难的上司马懿，司马懿他也是炸，我感觉司马懿也是用 A 去躲，他用单 A 去躲那个司马懿的那个爆炸，真的啊，能理解的，就跟那个躲沙漠科的爆炸是一样的。一次7小时，一夜7次郎，太狠了啊！他妈的！我靠！刚才400个贵宾，现在就剩307个了。别闹了，这个游戏不是越往后越精彩吗？怎么左慈一枚走了100个人？我操，100个贵宾啊，兄弟们！你们甚至不愿意给我送点礼物的，我告诉你，那么抠搜的吗？啊，是吧？你送个礼物你再走啊！你这100多人说走就走了，是吧？这左慈不在了，你们就真的不爱了。对不对？手机上下载正版的《三国战记》，你可能误会了，什么叫正版？有授权的叫正版，没有授权的，你就是它也不叫正版。可以打
反击，兄弟们看，可以打反击啊！这个许旭并不是全是无敌的招，只要你能被我破招，你看能被我破招，我就连续的 A 你。许旭啊，我叫跑的不能，别闹了啊！啊，又走了一堆人啊！这跟别走干上了，我也没走啊！啊，谁也没走啊！哎，你们看这个许褚戴的那个脖子上戴的那个东西，像不像马戏团的小丑戴的那种东西？有点像吧？对不对？许旭是许褚的弟弟吗？可能是吧。哈哈，许旭，咱也不知道这个 IGS 为什么做这个游戏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就是许旭啊。好，他分儿他吃，看没看见？直接走，哎，这里面还是荆州城，咱们走这个路线还要走荆州城里的啊。这种兵 A 4下，手里拿着个粪叉啊，粪叉兵，说 A 就 A， 咔咔就是干。好的，我们看看怎么说。那你《三国志》毕竟是日本对吧？日本人做的嘛。我记得那个澳大利亚做了一个互动游戏啊，叫孔明的陷阱。我估计肯定有人看过啊。其实那不是一个游戏啊，就是你看起来像游戏，但是是个动画片儿。你可以找到真实的结局或者什么的。那个动画片里面不就是吗？叫孔明的陷阱。那孔明不有一个？对吧？这个把这个陆逊给围住了嘛？但是呢，他可能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这个陆逊什么意思，他把陆逊说成鲁迅了啊，就是周树人，就是鲁迅。这个也算是啥也不懂。说外国人做吧，他肯定是不太理解的啊，知道吧？这个重录多少遍？我觉得没多少遍吧。我觉得真正难的就是有一些特别恶心的地方难。你像那个打某些 BOSS 的时候，打小兵，说实在的，就一直 A 死不很简单吗？主要就是有一些 BOSS， 其实像这种地图特别大这种 BOSS， 我觉得都没事儿，对吧？你正常打就行，你只要你一旦受伤了，你就对吧？你就那个重新录了呗，很简单啊。但你像那个沙摩科那个地方，肯定是非常恶心的，对不对？只能走这条路，有的地方必须得跳，对吧？好，白胡子老头，黄盖，黄老前辈。9个箭筒，我这刚吃满。好的，单 A 左 A 右 A， 他身上有这个小葫芦是真挺赖的。这小葫芦离的必须得，哎，他这个 A 你看正好卡着这个距离非常远，正好你看气不气人？这给这个黄盖气的浑身喷火，你看一打一蹦高，对吧？太假了，这个啊！
好，我们看看，就追着这个地方 A 啊。这黄盖一直就是，我就纳了闷了，我发什么招怎么就被中断了呢？为什么呢啊？这个距离卡的非常好，我能 A 着他，他喷不到我，多气人，你说，对吧？黄盖犹如火神下凡，人送外号三国草剃精啊，三国草剃精，宇智波盖啊，对吧？这火遁好火球之术，宇智波盖啊，这句没毛病。宇智波班的那个大哥啊，班那个最开始他是老二啊，啊，宇智波班有个大哥叫宇智波盖。这个是有点东西，这个是黄盖，这个黄盖都懵了，这黄盖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操，这个黄盖！黄盖也是爱的魔力转圈圈，啊。老惨了，惨你不服一把？诸葛亮199啊，过关了，应该升24级了，200多万了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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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好，干就完了。一顿 A 啊！噔噔噔噔噔，没有雷神锤走不了雷道，对吧？直接往前走，反正也是靠谱啊。先拆，因为这个地方兵比较多啊，反正也无所谓。就单 A 几下就死，这个兵说句实在话，你看 A 几下就死了。你要不贪啊，很多人总想贪分啊，或者贪什么的啊，这个钱锁的。像这种怪，你看6下，黄红是6下锁死，这个胡子兵对吧？蓝兵是4下就死。我们可以给这个诸葛亮起个名叫针灸大师，对吧？针灸大师。全程针灸啊！一把他的手里拿这把剑呢，并不是火箭，也不是倚天剑，不是太哥剑，不是青钢剑，不是干将剑，他手里拿这个剑叫醉银剑，就是喝醉的醉啊，银色的银啊，银子的做的啊，醉银剑。其实他也可以用什么周华剑呐，什么正一剑呐啊，什么好剑呀、崔剑呀。之类的啊，都可以做啊，很厉害。张东健，好，你看这个越级，你 A 2下 ，A 3下之后呢，他冲过来这个你必须得躲开。如果是撤里级就不用，对吧？这个越级和车里级，感觉车里级像个正常人，这越级他妈2米8、2米8大蓝人，我操，骑一个蓝色的马，感觉跟中了毒似的啊！真的。我怎么感觉还是屋里还是冷，都太冷了，这屋里啊。慢速版张灵剑，对呀、越级是羌族的啊，彻里级是越级的这个王，越级是他手里的将领，直接捅死了。
你看，他是该吃的分一点都没落。不过有的地图他不愿意进啊，有的地图他进去的话呢，其实还要多打一会儿的，对吧？还要多打一会儿的。我这好冷了，好吧？现在外面多少度？我看一看啊。现在9度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那什么。现在是9度，今天还下雨了，然后我这屋里面反着冷，没有暖气，我就精神病啊！谁把这个暖气改的？4月15号停气儿，他妈的，这真的冻死了啊！冻得肝疼。好，来看看怎么说。这边啊，马上是魏延要死啊！传说中的魏延要死，听。其实我感觉这个兵挺有意思啊，背后插2个双枪，手里拿着个刀，我们俗称为铁甲兵。你看，就这个，手里拿着一个2刃刀，对吧？2刃长柄刀。然后呢，身后背着2把枪，啊，戟还是戟，不是枪，兄弟们，还是戟。你看啊，仔细的可以看到是戟的。不知道魏延能不能跑啊，兄弟们？你们觉得魏延能不能跑了？时间不够的话，魏延就跑了啊！忍不住一个雷霆万钧，对吧？什么叫跑？没倒地就跑不了，没倒地也能跑啊！好了，直接 A 死了，我靠！生生在有限时间内把他 A 死了，我操！三国后期谁能打得过魏延？900多个人啊，900多个人是吹牛逼，我就说这个意思啊。冯锡万，你像张合打魏延就随便打，理论上来讲是这样。不看着真难受，有血不吃是吗？感觉真的啊，这个有的人有强迫症，受不了这个。有的人是分儿不吃，对吧？有的人是分儿不吃，有的人是什么的？魏延其实还行，魏延绝对是1线武将啊，1线入门。但是呢，他跟张合就肯定是比不了，他跟1线顶 S 级的更是比不了。人那么说了吗？魏延其实跟这个庞德打都打不过庞德的啊。好，来看看司马懿，用单 A 躲啊，用单 A 躲他那个什么，躲他蒙古包。一会儿单 A 躲蒙古包，肯定我都能想得到。好的，钻裤裆，躲这个豹子，冰豹，3下，白。哎，你刚想撒，刚想发雷，我就直接 A 你。撒不行啊，可以一直 A 的，这 A 的点一定要好。这个豹好，用单 A， 你看用单 A 躲，他用单 A 铁甲兵来躲。好，再单 A， 哎，你看用单 A， 他炸的那一下 A 出来了，一定要用 A 来躲。
这走也能躲，看没见？走也能躲，他只要斜着走就能躲，一定要斜着走。好，上着走也能躲，他就是用走躲了。现在，啊，就是走着躲就能躲啊。他跟这个沙摩科不一样啊，沙摩科不一样，他这个还慢一点。一顿撒啊！曹操，你不让他放那个无敌就行了，你不让他放那招就行了，你可以让他不放出来的啊。好，这 A 死了。其实正常走也能躲啊，这就好受多了啊，那就好受多了啊。好，这个傀儡娃娃长得像啥呀？长得像不像我兄弟前女友？好，来。哎，曹操，那么这个曹操的这些个吃手嘞，这个曹操啊，就是卡外轴 A， 两管血曹操啊，哎，不让他练超杀就好了啊。好。哇！挥刀的一瞬间破招，感觉这个现实中曹操长这个逼样，吕布见的不得叫一声大哥呀啊！真是，现实中曹操如果是这个逼样的，我操！真的身高2.87米大男人，大巨人，对不对？那吕布见着都有点躲，好吧？这是一管血想 A 满了，太难了啊！这还是24级呢，兄弟。没有你要这么 A 的话，是 A 不出来超杀。A 不出来他的超杀，甚至连加血，有超杀，哎，有超杀，但是是小杀，小必杀，不是6人斩。6人斩其实也可以躲啊，6人斩呢，你必须要在屏幕的最右边，然后跑到最左边，或者说你在中间，他在右边，然后你走到最左边，因为你不能跑，对吧？哎，想加血，看没见？想加血不给。昨天爵哥是给我送飞机了是吧？我昨天好像没看到啊。后来我看到那个日日贡献里面，爵哥是给我送飞机了啊。好。哎呀妈呀！操，这个折磨，这就是折磨人。这曹操说：“你快杀了我吧！”真的，这曹操跟那个回夜里面的窦有名差不多了，真事儿啊！你看时间不够，你还真得想办法。想加血不能让他加的啊，不能让他加的，要是时间不够的。好的，直接 A 死了，兄弟们啊！你这全程，兄弟们再次复盘一下啊！全程只能方向盘，只能走，只能 A， 不能 B 啊，不能跳，不能防，不能放宝。而且不能放技能，不能放必杀 ，A 呢也只能是 A 一点，不能连招，不能1、2、3，不能跑，也就不能前锁，全程就是站 A。那这么通关啊，非常赖，来自于我们的绿蓝大神，用了将近80分钟的时间，奉献出了这么一个视频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